比特币的抛压都被消化了吗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以太坊的多单呢，一样是持有之前那个仓位67颗，其实已经少了非常非常多了。但是你可以发现呢，我们的未结盈亏啊，又比之前又稍微多了一些些。我们之前从最高点，比如说120多万、130多万，掉到最低只有20-30万，那现在又回到了40几万。那我们又可以看到呢，包括很多山寨币。还有我们的以太坊的浮亏呢，也都渐渐的缩小了。那比特币下一步怎么走呢？抛压是否被消化了？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，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$100，就会送你$30的现金，现金哦，就是你可以直接提币走的。好，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GBTC。那我们都知道这波抛压，你可以在 Twitter 上，你可以在很多媒体上面，你都可以看到。就是因为 GBTC 的抛压，那其实啊，很多人可能会误解成 GBTC， 它为了要把这以前的折价呢给全部归零，所以会有很多 GBTC 的抛压，但其实这是不对的，因为你可以发现呢，其实我们在溢价在这个折价慢慢缩小的过程呢，其实就是比特币现货 ETF 它的消息不断出来的过程，所以我们换句话说呢。GBTC 它把原本的这些折价呢慢慢归零啊，它是其实摊平在我们整轮从2023年到现在的这段上涨当中，所以其实抛压是被慢慢的消化掉的。那其实当然了，我们在2023年的年初的时候呢，当时它是有将近50%的折价的，也就是你可以以几乎是半价就买到比特币。那当然你拿的是 GBTC， 所以啊。就会有很多投机客，或者是说呢，我相信 GBTC 在这套利的过程当中，一定有老鼠仓，也就是有人先知道说，2024年的年初会通过比特币现货 ETF。那通过比特币现货 ETF 的时候呢 ，GBTC 它就不可能产生任何的折溢价，所以原本的折价它就一定会归零，那这就会产生套利空间。所以我认为呢，其实现在的这波下跌，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些投机客。当然，这个投机客呢，也跟我们是不一样，它是机构的投机客。因为 GBTC 它服务的客户呢，主要都是面向机构的，像比如说 DCG 啦，还有 FTX 啦，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机构，它主要都是面向机构为主的。那这些投机的机构呢，它现在就会把这些 GBTC 给抛售出来，因为它获利了结了。那其实有另外一派观点是认为啊，因为 GBTC 它的现货 ETF 手续费是比较高的。有到1.5个百分点，那其他的，比如说像贝莱德啦、像富达啦这些，在传统金融上，数一数二的这种机构呢，其实他们的手续费都很低哦，比如说0.25%、0.3%这样子而已，所以 GBTC 它就没有任何的优势了。那很多人认为呢，会有机构就因为他们金额大嘛，所以他们就会移仓，但其实啊，你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的价格。我相信这些机构它是不会为了这1.5%的手续费，然后在比特币下跌20%的时候呢，然后把他们的货给抛出来的。我相信不会这样子的。那说到手续费呢，我们就不得不说，我相信 GBTC 现货 ETF 呢，它最终的手续费也会回到0.2%到0.3%左右，不然它的市场份额就会被慢慢的缩小，直至归零。那其实这一波的下跌呢，其实最大的机构或者说最主要的到货力量呢，其实我相信大家也都清楚。那当然我们频道呢不是做这种消息面的，所以我们也不会仔细的说。但其实就是 FTX 呢，它售出了一个 B 链就是$10亿啊，$10亿的 GBTC。那我认为这就是主要这波下跌的力量。所以其实现在我相信这波抛售潮呢已经终结了，或者说差不多结束了。那其实我们最终呢，我们还是要想想看啊，你说 GBTC 持有的都是机构。绝大多数都是大机构，那他们呢，其实已经拿着 GBTC 4年、5年、6年了。那他们在4年、5年、6年之前就持有 GBTC 到现在，我相信他们绝对是会很看好比特币未来的涨幅，它不会在我们牛市呢，或者说这个利多出来，然后他们就把它给卖掉了。我相信是不会这样的，或者说这个抛压呢，绝对没有我们想象的重。那其实我们最难过的这段时间点呢，其实已经过了也就是这段抛压已经被消耗掉了，而且我们利多出尽极为利空的这个
情况呢，其实我认为也已经不存在了。那我们来观察一下，我们现在从周线来看呢，比特币的这根周线它是收的，其实很漂亮哦。我相信很少有人呢会认为我们最后这根居然可以收成是一根阳线。当然了，这种下影线很长的 K 线呢，上方它收阴线阳线不重要，反正我们就是一根实体很短，但是下影线很长的 K 线。那如果我们把我们最近的这波行情，也就是我们从4万，然后一直到4万4的这个震荡区，你可以发现它是一个非常窄幅的震荡，上下有差真没错，但是呢，它都在1周内就收回去了，从4万到4万4。但其实我们也都知道，通常呢这种比较窄幅的震荡呢，它比较多会倾向于是中继形态，而不是反转形态。那如果说它这个区间比较大的话，那形成反转的几率呢才会比较高。好，我们再把级别再缩小一点点。我们可以发现在日线级别，我认为我们这波下跌呢，最终极的止损位，或者是说呢，多头的这个生死线就在35500。如果说我们以任何的形式，即使是插针，我们跌破了35500，我也会认为我们这波多头趋势绝对是不复存在的。所以这点呢，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了。那其实现在的走法呢，我认为主要可以分成2种，一种呢是比较悲观的，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比较乐观的。那我们先画比较悲观的一种走法，就是我们现在的上涨其实是反弹，那确实有这种可能了，但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性呢比较偏小一点，那当然不可否认了，如果我们还要再继续走上涨的话，它一定是需要时间整理的，它才刚经历了一波20个百分点的下跌啊。那你可以发现呢，我们如果说走的比较悲观的话呢，那我们现在在走的这波上涨，它就是一个 B 浪的上涨，B 浪的反弹。反弹结束之后呢，我们又会再走 C 浪。那你说 C 浪到哪里？这个我也不清楚，因为波浪理论呢，它还是重结构不重点位的。那我认为，如果我们的多头趋势还要被保留，35500，这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个点位了，没有之一。那还有比较乐观的，就是我们的 B 浪反弹呢已经结束了，那而且我们 C 浪呢也结束了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启5浪了，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做调整的。好，那其实虽然说我们都说4万，但其实压力支撑它一定是一个区间，它不可能是一个固定的数值，只是这个区间呢它被简化成一个数值而已。我们可以发现我认为最重要的区间其实并不是在4万，而是在40500。所以其实40500才是最主要，或者说如果我们要讲的精确一点，我认为40500呢，它会比4万要来的精确许多。你可以发现我们在此处它都有产生一定的支撑的效果，然后我们到后面呢，它其实也都有产生换手。所以如果我们比特币的价格它还一直能保持在40500的上方的话，我就认为至少是还没有很立即的风险。OK， 那这一波走势呢？如果说多头要很安全，或者说多头要占上风，至少我们比特币也要再重回4万。毕竟4万它是曾经被假突破2次的价位。那如果说我们的价格呢能再重回4万的上方的话，我就认为绝对是空头，绝对是多头占有优势。那我们就应该操作呢要朝向多头的方向去操作。那当然现在我个人是比较保守一点因为毕竟大家也可以看得到，我们现在还没有比如说开多单之类的，但是其实现货呢是有进了一些的底仓。那这个如果有跟我们直播的朋友呢，你是一定会知道的。那很欢迎大家可以去收看我们的直播，我们现在是改成固定直播，每周1、3、5的8点到11点是一定会有直播的，不管行情怎么样都一定会有直播的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金管会的公告吧。当然这个是去年末的公告了，就是离现在有1、2个月、2、3个月，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非金管会核准之证券期货业者及商品，这个是金管会的公告，大家去查询都可以得到一样的资料的，因为这个是政府的公告。你可以观察一下下面查询结果，有几家加密货币的交易所呢有入榜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境外虚拟资产平台这个我们就不把它念出来了。那我们也都没有任何，其实我自己是保持比较中立啦，我们就把他说的话我们来念一次。未向金管会完成洗钱防治法令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，未向金管会完成申报洗钱法令遵循声明，不得于我国境内提供虚拟资产平台，
或向国人进行广告招揽啊，建议拒绝啊境外虚拟平台，然后避免汇款。那这个我们只是把他的话完整的念出来而已，我们没有任何的立场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比如说这个B 开头的交易所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基本上讲的非常类似的，讲的非常类似啊，你可以去看一下，基本上跟我们刚说的是差不多的。然后还有这个K 开头的啊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，这个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还有一个平台啊，这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反正都是政府的公告啦，基本上跟我们刚说的那个是很类似啊，你可以去看一下。OK， 那就先这样咯。那如果大家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真的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